烏克蘭又闖禍了。普丁好不容易籌辦了一個國際性會議，142個國家和地區代表，75國高級官員到場，連美國都罕見參加。結果烏克蘭當着那麼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面，狠狠抽了普丁一耳光。就在2026年6月的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現場，普丁正站在講台上，對着底下的政要和全世界的媒體自信滿滿地宣稱，俄羅斯的經濟和防線固若金湯。話音還沒落下，會場外頭不遠處直衝天際的黑色濃煙當場戳破了普丁的謊言。烏軍發動了開戰5年來規模最大的超遠空襲。更為誇張的是，在全世界都沒看明白的情況下，烏克蘭在今年3月就開始了布局，完美打出了一套組合拳，徹底把局勢轉向勝利獨挑階段。正所謂烏軍巧施連環計，俄軍誤上斷頭台。今天火力軍就帶大家深度復盤這場震驚全球的6月總攻，看看火力軍曾經預言的決勝時刻是不是已經到來。我们先把時間推回到6月初，第29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盛大開幕。烏克蘭這次相當給普丁面子，不請自來，而且非常重視地派了一支龐大的無人機代表團。根據戰報確認，在論壇舉辦的這幾天裡，烏軍連續出動了上百架的長程巡飛彈，狂飆了1100多公里，直撲聖彼得堡。這些無人機不僅準確點燃了波羅的海沿岸最大的彼得堡油庫，讓滾滾黑煙直接飄到了論壇會場的上空，甚至還突防了戒備森嚴的卡朗施塔德海軍基地，把一艘正在乾烏維修的俄軍波羅的海艦隊護衛艦給炸起火了。這場無人機突襲讓普爾科沃國際機場被迫關閉，更讓普丁在全世界金主面前顏面盡失。但這僅僅是烏克蘭戰略布局的一個節點。我們先把時間稍微往前推一點，就在空襲發動的前一天，澤倫斯基才剛遞出一封談判信件，而且展現了足夠的誠意，表示可以和普丁面對面談談。結果俄羅斯高層毫不猶豫的一口回絕，甚至擺出一副準備在前線繼續加碼重兵的強硬姿態。面對這種直接關上大門的態度，烏克蘭軍方的回答非常直接，既然談判桌上你不讓步，那就直接戰場見吧。於是隔天，在普丁剛剛在大會上對着全世界說現在見澤倫斯基沒有絲毫意義之後，這場打臉的空襲就如期而至。但這還沒完，一天後，烏軍再次出動了 FP5 重型巡弋飛彈。這是一款烏克蘭利用家庭作坊手搓出來的具備極高性價比的飛彈。它的詳細信息，火力軍之前的影片有講過，感興趣的觀眾可以去看一下。FP5 紅鶴一出場就直接讓俄羅斯的防空部隊形同虛設，它一路狂飆1100多公里，穿透俄軍號稱密不透風的多層防空網，狠狠砸在俄羅斯的戰略腹地。普丁開始後悔拒絕澤倫斯基，他占了什麼呢？不是普通的兵營，也不是無關痛癢的煉油廠外圍，而是精準點名了位於內陸深處的軍工電子廠。懂得看軍工供應鏈的老觀眾都知道，烏軍挑這個目標完全是殺人誅心。這家軍工電子廠是俄羅斯軍工體系裡的核心樞紐，也是所剩無幾的關鍵軍備產業。俄軍前線每天發射的那些精準打擊飛彈，以及讓人頭痛的自殺式無人機，用到裡面的關鍵導引模組和電子零組件，有很大比例都是從這裡出貨的。烏軍這波操作非常直接，半年收復600平方公里的優勢，俄羅斯看不見，還以為自己是優勢，那就不在前線跟裝甲車硬碰硬，直接飛越1000多公里，把生產導航零件的流水線給揚了。只要俄羅斯的電子廠一停擺，俄軍後方的飛彈就算造得出金屬彈體，裡面沒有導航晶片，發到前線也是一堆飛不準、炸不到目標的昂貴廢鐵。過去幾年，俄羅斯總是嘲笑烏克蘭只能靠那些載彈量小得可憐的商規無人機來抓癢。但這次 FP5 紅鶴再次展現出來的是貨真價實的長程穿透力與重火力電殺能力。不過，如果各位以為這兩場空襲只是單純的威脅或者報復俄羅斯，那就太小看烏軍總參謀部的戰略布局了。當我們把時間軸稍微往前拉，把這幾個月的局部戰報全部拼湊在一起時，你會發現那個決勝時刻真的要來了。但各位觀眾先不要着急，我們先來看看烏軍為此都做了哪些準備。炸電子廠其實只是戰略環節中的一項，甚至還不是最後一項。但烏軍在此之前就已經在西伯利亞和刻赤海峽埋下了不少伏筆。如果有一直關注我們頻道的觀眾，一定還記得前陣子火力軍剛跟大家聊過刻赤海峽的戰況。烏軍那次襲擊網絡上很少有人提及，但火力軍給那一期影片取名為決勝一擊，因為俄烏戰場從最開始打得有來有回，到後來烏軍逐漸佔據上風，但是客觀講，雙方仍處於僵持階段。自從刻赤海峽之後，一切不一樣了。烏克蘭好像突然覺醒，在整個大的戰略上發生了不可思議轉變。以往糾結於一個城鎮和一條戰壕得勢的他們，好像開了掛一樣，開始從整個大勢上展開進攻。這個變化是不是有某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超級大國的指點？我們不敢亂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勝利的天平在那一刻發生了傾斜。
當時烏軍在海上動用無人艇，直接把俄羅斯在海峽裡最後一艘大型鐵路輪渡，還有旁邊的精銳護衛艇給徹底癱瘓。在戰時後勤運輸鏈裡，一艘鐵路渡輪一趟就能運送幾十節車廂的152公里重炮炮彈和裝甲車零件，把它打沉，等同於直接掐斷了克里米亞前線俄軍最高效的重裝備補給線，逼得俄軍只能改走陸路，把漫長的後勤車隊暴露在烏軍海馬斯多管火箭的射程範圍裡，無疑是給烏軍送上大禮包。但我們先不半場開香檳，這次襲擊是給烏克蘭提供了勝利的選線，後續戰場則是慢慢將進度條拉滿，而接下來就是要強化克什海峽的戰果。大家想一下，普丁能把這場燒錢的消耗戰贏成5年，他最大的底氣是哪裡來的？靠的就是外銷西伯利亞的原油，來換取源源不斷的戰爭資金。只要石油還能賣，他就能在灰色市场上買到被制裁的晶片，就能從其他盟友那邊买到便宜的无人機和炮彈。为了徹底打斷這條經濟命脈，烏克蘭特戰部隊執行了一場距離長達1200公里的長途滲透。他們的目標不是前線的彈藥庫，而是位於西伯利亞原油外輸網絡裡的核心節點拉扎列沃管網中樞。這幫特戰隊員非常清楚，炸輸油管跟炸普通的建築物完全不一樣。如果在荒郊野外隨便炸破一段鐵管，其實傷害不大。俄羅斯的工程兵開着挖土機過去，把破掉的管子切掉，重新焊上一節新的，幾天就能搞定。所以烏軍特戰隊根本不碰普通的管線，他們摸黑潛入防線深處，直接把高爆炸藥貼在了拉扎列沃最關鍵的加壓站和核心控制阀門上。原油是非常粘稠的液体，特別是在西伯利亞那種天寒地凍的環境下，要讓原油在幾千公里的管線裡流動，每隔一段距離就必須設立大型加壓站，利用重型工業渦輪泵浦給管線加壓。伴隨着巨大的爆炸聲，拉扎列沃的管网中枢陷入癱瘓。那些被炸毀的大型涡轮泵浦和工業控制系統，在開戰前，俄羅斯通常都是向德國西门子或是其他北約大廠採購的。現在處於全面制裁階段，俄羅斯根本買不到這些高階的工業替換零件，要他們自己逆向工程造出來，沒個10年8年根本不可能。這就造成了非常致命的限油，管線無法加壓，西伯利亞原油就抽不出去，下游出不去，上游的油井就必須被迫減產甚至封井。在永冻土地區，油井一旦停工封死，管裡的原油就會凍結，以後想要重新復工的成本簡直是天文數字。烏軍這幾個 C4 炸藥包等於直接把普丁的戰爭提款機給強制拔了插頭。現在我們把這3步棋連起來看，你就會明白烏軍高層的戰略布局有多深。這根本不是什麼零星的騷擾，而是一場經過精密計算的系統性癱瘓作戰。第一步，在克什海峽把你的鐵路輪渡打沉，讓前線裝甲車沒油沒子彈，陷入僵局，前線指揮官焦頭爛額。第二步，特戰隊跑去西伯利亞炸毀加壓站，斷了你賣油換錢的現金流，讓俄羅斯國庫見底，沒有錢去買軍工零件。第三步，趁你病要你命，丟出 FP5 紅鶴重型巡弋飛彈，把國內生產飛彈導航晶片的電子廠夷為平地，前線斷補給，後方斷財路，最後連造武器的頂尖產線都給你連根拔起。烏克蘭軍方用長達好幾個月的耐心，悄悄布下了這個連環死局。當俄羅斯以為面對的只是海上突襲的時候，烏克蘭的特戰隊已經摸進了西伯利亞；當俄軍以為防線穩固的時候，烏克蘭的巡弋飛彈已經砸碎了兵工廠。面對這種直插心臟的連續戰術打擊，俄羅斯只能一退再退。那麼問題來了，俄羅斯難道沒有看出來這套組合拳嗎？軍方高層難道就沒有任何反應嗎？一支帶着大量炸藥的特戰隊，怎麼在俄羅斯境內如入無人之境，潛伏前進1200公里？一款體型龐大的重型巡弋飛彈，又是怎麼在俄軍密密麻麻的對空雷達網裡隱形，直接炸翻內陸的軍工廠？軍方和聯邦安全局事先竟然毫無預警，整個防衛網形同虛設。這起連環打擊事件在俄羅斯國內的網絡論壇上，瞬間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風暴。所有人都在問，到底是誰在放水？當電子廠的濃煙直衝天際，當西伯利亞輸油管癱瘓的消息傳回莫斯科，你以為俄羅斯官方還能像以前一樣發個新聞稿說所有來襲飛彈已經被全數攔截，僅有碎片掉落來粉飾太平嗎？在人手一只手機的今天，這種慘況根本壓不住。就在襲擊發生後的短短幾個小時內，俄羅斯國內的網絡輿論，特別是那些平時最支持打仗的愛國軍事網紅和親軍方的網紅，集體迎來了大崩潰。他們在網絡上痛罵的程度，簡直比烏克蘭人還要兇狠。為什麼？因為隨着前線民眾和基地士兵偷拍的畫面不斷流出，這幫軍事網紅絕望地發現，烏克蘭這波6月總攻的受害者根本不只有電子廠和輸油管。在這些曝光的畫面裡，俄羅斯內陸深處的戰略航空基地竟然冒出了衝天火光。根據流出的戰損情報顯示，烏軍在發射 FP5 紅鶴巡弋飛彈的同時，還配合了大量的長城自殺無人機，對俄軍停放戰略轟炸機的內陸機場發動了飽和式打擊。
多架承擔俄羅斯核威懾主力的图95和圖160戰略轟炸機根本連跑道都沒上，就直接在停機坪上被炸得千瘡百孔，甚至機身斷裂。這場慘劇被憤怒的俄羅斯網民直接封為俄版珍珠港事件。要知道，這些戰略轟炸機不是前線的消耗品，他們是俄羅斯在這個世界上維持超級強權地位的底牌，每一架都是冷戰時期留下來的重資產，用一架就少一架。以現在俄羅斯被全面制裁的航空工業產能，根本造不出全新的來補充。這下子，俄羅斯網民和主戰派的心態徹底崩了，所有的怒火全部燒向了負責國土防空的俄羅斯空天軍以及大名鼎鼎的聯邦安全局。大家想一下，俄羅斯每年花幾百億美金，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密密麻麻的 S-400和鎧甲 S-1防空飞彈系統，結果呢，烏克蘭的重型巡弋飛彈狂飆了1000多公里，橫跨了半個俄羅斯版圖，如入無人之境。那些號稱能同時鎖定幾百個目標的先進雷達，難道全都瞎了嗎？防空部隊的指揮官是在睡大覺，還是手裡的裝備根本就是過度吹噓的家伙？更讓俄羅斯高层下不了台的是情報系統的徹底失能。一支携帶大量高爆炸药的烏克蘭特戰部隊是怎麼潛伏越過戒備森嚴的邊境，在俄羅斯廣袤的內陸長途跋涉1200公里，最後準確摸到西伯利亞輸油管核心控制閥門的？長達幾個月的滲透行動，沿途的檢查哨、邊防軍、情報部門龐大線人網絡，竟然連一點風聲都沒收到。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螺絲鬆了，這根本是整個國家安全網絡的嚴重腐爛。當防空網變成篩子，情報網變成擺設，最致命的政治風暴就一定會爆發。軍方和 FSB 為了自保，現在絕對在關起門來瘋狂互相甩鍋。空天軍會指責聯邦安全局是你們情報失誤，沒有提前警告烏軍的飛彈發射陣地在哪兒。FSB 則會反咬一口，是你們的防空飛彈太爛，連慢吞吞的無人機和巡弋飛彈都攔不住。但對於站在聖彼得堡經濟論壇講台上的普丁來說，誰對誰錯已經不重要了。獨裁者最無法忍受的就是當着全世界的面被狠狠打了一巴掌，暴露出自己政權的虛弱。這場全方位的軍事與情報潰敗，直接重創了普丁個人的威信。按照普丁過往的行事作風，面對這種動搖國本的恥辱，接下來的劇本幾乎毫無懸念，一場極其嚴厲且殘酷的高層大清洗馬上就要拉開序幕。為了平息國內主戰派的怒火，也為了重新確立絕對的權威，接下来這幾個禮拜，我們很可能會看到俄羅斯國防部的高階將領、防空部隊的總司令，甚至是聯邦安全局的高層主管，突然因為貪污腐敗被拔關逮捕，或者離奇的因為身體健康原因宣布退休。在這場大清洗中，肯定会有不少戴罪羊羔被推上斷頭台，為這場俄版珍珠港慘案買單。但是，把幾個無能的將軍撤職查辦，就能解決俄羅斯眼前的困境嗎？烏克蘭軍方耗費巨資和無數心血，打出這套斷後勤、斷財路、炸機場的極限連擊，真的只是為了讓普丁在講台上丟臉而已嗎？當我們把視角拉高，跳出單純的軍事戰術，你會發現，烏克蘭這波破釜沉舟的行動，其實是一場針對大洋彼岸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的終極豪賭。當我們跳出滿是硝煙的西伯利亞和被炸毀的兵工廠，把視角拉高到國際地緣政治的牌桌上，你就会完全看懂烏克蘭軍方在這整個6月份拼死打出的這一套組合拳背後到底藏着多深的政治算計。時間來到2026年的夏天，這場消耗戰已經整整打了5年。說句實在話，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北約社會的援助疲勞早就不是什麼秘密。大洋彼岸的華盛頓，政策風向隨時都在變，國際社會要求雙方停火、凍結戰線的政治壓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重量壓在澤倫斯基的肩膀上。面對這種隨時可能被逼上談判桌的絕境，烏克蘭高層心裡非常清楚一個事實：在國際政治的牌桌上，如果手裡沒有能讓對方忌憚的底牌，就只會被單方面割韭菜。如果你只是一直縮在戰壕裡防守，普丁憑什麼要在談判桌上對你讓步？戰場上拿不到的，談判桌上更拿不到。既然普丁在經濟論壇上拒絕了談判的信件，擺出不願意妥協的姿態，那烏克蘭的應對方案就是先不談了，繼續打。烏軍去炸西伯利亞輸油管，去打內陸的電子廠和戰略轟炸機，這就是一場標準的施壓。烏克蘭在用實際行動向莫斯科，同時也向華盛頓證明，不要以為戰線僵持住了，只要烏克蘭願意，戰爭的代價就只會停留在俄羅斯境內。癱瘓現金流，摧毀軍工產能，甚至報銷最珍貴的戰略核威懾平台。烏克蘭用长程飛彈和無人機砸出來的廢墟，就是他們未來在停火協議上去爭取更多生存空間和安全保障的籌碼。有人会問，火力軍之前不是說了嗎？烏克蘭已經處於邁向勝利階段了，為什麼還要談判呢？為什麼不吃俄羅斯呢？這就是烏克蘭十分聰明的地方，他們知道自己的體量完全吃下俄羅斯不現實，要趁着現在自己是優勢方，逼迫俄羅斯達成條件。但普丁的拒絕完全在烏克蘭意料之中，自負的人怎麼會承認自己的失敗？所以烏克蘭談判的目的主要有3個：第一是制造國際合法性與輿論位置，證明烏克蘭願意結束戰爭，是被動繼續戰爭，是對方拒絕和平的敘事，不是為了談成。
而是為了證明自己不是阻礙和平的一方。第二是爭取外部資源的必要動作，如果完全不談，會帶來援助疲勞、政治支持下降等風險，所以提出談判本身就是一種外交與資源維持機制。第三，談判是信息戰工具，提出條件還有一個作用，可以測試對方底線，探測國際反應，影響敵方內部政治壓力。即使知道不會成功，也是在做結構性試探。如今皮球被踢回了莫斯科這邊，面對大後方千瘡百孔的防空網以及被強制斷供的石油管線，普丁現在的處境可以說是被逼到了牆角，本身屬於劣勢方，屬於侵略方。當烏克蘭主動提出和平訴求的時候，還要拒絕，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克里姆林宮現在的壓力已經來到了頂峰。面對日益颓廢的俄羅斯，烏克蘭下一次提出和談條件將不會這麼溫和。他們勝利進程也不僅限於今天說的這3套組合拳，後續他們還會在這些基礎上不斷加碼、不斷完善，直到完全勝利。而俄羅斯準備好了嗎？好了，關於俄烏戰爭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你認為烏克蘭下一次推動聖地基努條的行動會是什麼呢？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